我叫于舒瑶，本是海上豪门荣家被抱错的千金小姐，在4年前被找回荣家后，却……我是被冤枉的，我是被冤枉的，我是被冤枉的，被我的亲生父母、哥哥亲手送进了监狱，蒙受冤屈，饱受折磨。快点儿！同学，到。你出狱了。虽然是被冤辱，但这3年的无望牢狱之灾，我决定不再追究，就当我还了荣家人的生命。从此以后，我与荣家再不相欠。谢谢警官。出狱了，我也该回到养我18年的养父母身边，尽孝道。我的瑶瑶，你可终于打电话过来了。瑶瑶，爸爸妈妈好想你啊！爸妈，大哥，我也想你们。妹妹，你这怎么4年出了封邮件，连电话也不打呀，也不让我们联系你？你这4年过得好吗？爸妈，大哥，我已经还完荣家的生安，我想回云家，可以吗？瑶瑶，你永远是我云家的千金大小姐，想回家随时可以回。瑶瑶，妈妈这就去海城接你回来。我这就去安排私人飞机啊。从今天起，我云舒瑶要重新做回大夏首富云家的大小姐，云家再也不会弃。上车，上车。真，你慢点开，这样太危险了。你个农村来的土包子，你懂什么呀你？你没事吧？他没劲儿了。这怎么回事？大哥，吓死我了！三姐把人撞死。爸，人真的不是我撞的，是小妹。妈，三姐说是我就是我吧，反正我就是个养女，要是能替三姐顶罪，也算是还了爸爸妈妈这么多年对我的养育之恩了。傻孩子，你胡说什么呢？妈妈怎么舍得？于舒瑶，你平时欺负小妹也就算了，现在都出人命了，你还要把责任推给她，你怎么这么狠毒啊？
爸，你相信我，这真的不是我装的，宝珍是我们荣家从小宠到大的千金小姐，她不会撒谎。你撞死了人，还污蔑人，败坏！你不配姓荣，你更不配当荣家人。你居然还想污蔑小妹！我现在就把你送进警局！愣着干什么呢？上车！哎，林舒瑶，林舒瑶，林舒瑶，看你的大哥连个招呼也不打吗？啊，你这3年在里面什么也没学会是吧？你也知道我在监狱里度过3年，这监狱里都是穷凶极恶的犯人，我能学到什么？ 3年前明明是你开车撞的，你现在摆出一副委屈的样子给谁看呢？啊，林舒瑶，我不跟你计较，赶紧跟我回家。哎，我姓于，不姓荣，跟你回什么家？哥，你说什么？3年前你爸亲口说的，我不配姓荣，不配成为你的家人。那是你自己开车撞的人，还想污蔑小妹。 爸才说那样的气话。这样，回头我跟爸好好说一声啊，让他把你的心给你改回来。不用，一个破姓我不在乎。从今天开始，我和你们荣家再无任何关系。坐！我不回去！我说了，我不回去！上去！你给我老实点啊！ 想这副模样出去丢我荣家的脸，做梦！爸爸妈妈、大哥，我要先去荣家办点事，辛苦你们等等我。瑶瑶先回荣家，咱们直接去荣家接她吧。好啊，今天啊是瑶瑶的生日，往年呢我都是把礼物寄到荣家，今天啊我就带着礼物去接她。李正，再给荣家准备份厚礼。 瑶瑶都知道要回报生恩，咱们白白得了这么好的女儿，更要重谢荣家。是啊，我估计啊，荣家是给瑶瑶办了生日宴，所以留住了她。咱们的礼物啊，也不能办得太普通了，别在宾客面前再丢了咱宝贝女儿的脸。爸妈，我办事，你们放心，咱们去接瑶瑶吧。走，接瑶瑶回家。你想着污蔑小妹，但小妹还担心你出狱没有好手机用，让我把手机带给你。她才用了不到1个月，你先拿着，还安心。这3年你还是觉得我只配用它永保证不要的东西？这手机才刚上市，现在外面想买都买不到，你还在这挑三拣四的，一身臭毛病，不用拉倒。 这平安符是小妹4年前上山给我求来的，她既懂事儿又贴心。没想到4年前我一路跪拜上山，给她求的平安吊坠，居然被当成了网针送的。果然，他们荣家人根本就不配得到我的珍惜。回家以后别再针对小妹，更别想到处处争宠，把家里搞得鸡飞狗跳的。 我告诉你，只要你听话，荣家不会亏待你的。大哥，大哥，你怎么才回来呀？ 小妹，快走！舒瑶，云舒瑶，你怎么出来了？大哥，你不是去美容院接小妹去了吗？小妹今先回来了，今天3妹出狱，我顺便把她接回来。看来荣二小姐并不想让我出来。怎么会呢？二姐也很想你的。 就是今天的晚宴很隆重，还有贵宾呢。你先上去收拾收拾，穿的得体一点啊。
这是我专门为你定制的生日礼物，希望你能喜欢。谢谢啊。二姐，生日快乐！谢谢小妹。二姐永远都漂亮。谢谢，我很喜欢。哦，对了，二姐给你准备礼物了。哇，这是我最喜欢那个牌子的包包。哎，谢谢二姐。这个给你。谢谢二姐，这还是你第一次送我礼物呢，我很喜欢。对了，二姐，我有事跟你说，你快跟我换。蓉儿小姐，别再假惺惺的。哎，你看来他们明白我不会从今夜活着出，所以就把我房间改成了。也罢，反正今晚我也要和他们说清楚，我要与荣家一对的。三小姐，你回来了。三小姐，你回来了。吴妈。三小姐，你受伤了。这个家里只有吴妈是真心对我的。三小姐，你身上的伤要多注意，尽量别沾水了。吴妈，这3年你过得好吗？三小姐，我没事儿，反倒是你才是荣家的真千金，却过得还不如我一个下人。现在又坐了牢，身上还受了这么多的伤，以后可怎么办呀？吴妈，我没事，以后我会过得更好。三小姐，你以后多顺着点老爷跟夫人，不要再惹四小姐不开心了。你不在的这3年，四小姐得到了京师首富云家的青睐，老爷跟夫人更看重她了。京市首富云家。这3年，每年四小姐过生日的时候，云家都会送来礼物。夫人跟老爷说，肯定是因为四小姐在京大的时候学习成绩太过优异，被身为校董的京师首富云总给注意到了。这一切本来应该是三小姐你的，要是当年没被报错就好了。对，这一切本就是我跟荣宝珍的生日是同一天，肯定是爸妈给我送的礼物被荣宝珍认了。吴妈，让云舒瑶赶紧到宴会厅，生日宴马上要开始了。啊，好的，大少爷，我这就带三小姐过去。三小姐，这次的生日宴，老爷跟夫人准备了好几天啊，很是盛大。你跟四小姐是同一天生日，想必老爷跟夫人也给你准备了惊喜。你快好好打扮一下，老爷跟夫人看到你这么漂亮，一定能喜欢你的。我知道了。可惜，我已经不稀罕他们的喜欢。荣老爷、荣夫人，你们可真是好福气啊！3个儿女都是人中龙凤，尤其是宝珍小姐，听说呀，连京城首富云家都很看重呢。云家每年都给宝珍小姐送上贵重的生日贺礼，今天可是宝珍小姐22岁步入社会的第1年，不知道云家会送上什么惊喜。
来，云家是大夏的百年世家，不管送什么礼物，都是对我们荣家和宝珍的厚爱啊！荣家呀，深感荣幸。今晚呀，我一定要好好的当面感谢云董事长。什么？今晚云首府也会来？是啊，云首富今晚要给我们宝珍送上22岁的生日礼。这可是天大的荣耀啊！宝珍小姐到了吗？我都迫不及待的想当面恭喜她了。来了，宝珍小姐来了。这个穷酸鬼是谁呀？是不是佣人走错地方了？云舒瑶，你怎么还穿这身呀？我不让你换身衣服吗？啊，你就是想故意丢我们荣家脸是吧？他自从来我们荣家就一直跟小妹作对。你明明知道今天是小妹22岁的生日宴，你还穿这种入狱时候穿的衣服来触眉头啊！哎，你看你，我说你还委屈上了，绿茶。荣大少爷一直坚持让我来，我以为是有关我的事，原来是给荣宝珍过生日。哎，难道小妹的生日不重要吗？你是不是又嫉妒小妹呀？哎，行了，等你过生日的时候，我给你订一个私人蛋糕。你知道我的生日？我每天那么忙，这点小事我怎么可能记得呢？那你们呢？我本来不想计较的，但你们一个两个口口声声说我是一家人，一家人会不记得我和荣宝珍的生日是同一天吗？同一天？云舒瑶，你的生日跟宝珍是同一天，你怎么不早点说呀？这搞得跟我们亏待你一样。我没说过吗？对不对？虾是空运过来的啊！珍珍，长寿面来了。好香啊妈，谢谢妈，我最喜欢妈做的面了。妈，今天也是我的生日啊！对，知道了。姑妈，给三小姐煮碗面。来吧，来，祝珍珍生日快乐！云舒瑶，不就忘了一次你的生日吗？你就这么不修边幅的来，故意砸场子是吧？瑶瑶，今天既然是你的生日，你更应该打扮一下再过来。打扮？我这身衣服是我刚来荣家的时候，管家给我拿的换洗衣服。你们荣家没给我买过一套衣服一套饰品，怎么打扮？不可能，家里每个月都会给每个人添置新的衣服首饰，你不可能没有。一定是你铺张浪费，这穿过几次的衣服你就不穿了，所以导致现在你没衣服可穿。荣大少爷，你最好搞清楚，你嘴中说的那个人是你最爱的宝贝妹妹荣宝珍，不是。你还狡辩！我现在就打电话给管家。大哥，事情是这样的，他云舒瑶在海城也没什么朋友，也不需要社交。但是我跟小妹不一样啊，我们要出席很多重要场合的，所以我就暂时把云舒瑶的服装配额拿来跟小妹一起分着用了。我是经过爸妈同意的。瑶瑶，虽然家里没有给你买过衣服，但是每个月都给你10万块钱的零花钱，你真的一件衣服都没买吗？什么？妈，咱每个月不是每个人100万零花钱吗？他才回来，需要那么多钱干嘛？10万不少了，每个月钱全花光，衣服一件不买，也不知道这钱都花哪儿去了。笑，搬街让你过好日子，你就应该感恩戴德，不是在这当一个笑柄，让别人看荣家的笑话。舒瑶，我们家是大户人家，这面子很重要，面子很重要，那我也得拿过你们家的钱才行。荣家的钱，我一分都没见到。不可能，这每个月10万块肯定打到你银行卡。瑶瑶，你再仔细想想。没有，就是没有。我想不到。不是云舒瑶，你不撒谎会死是不是？我们荣家差你每个月那点钱吗？
荣四小姐光请我们吃饭就不止10万，那海城的第一富豪还能扣她这10万块钱不可？我看呐，他就是故意闹。果然养在外面的女儿就是上不得台面，跟我们宝珍小姐比起来，可差远了。给我查一下云舒瑶的银行卡支出动支。少爷，荣家账户里没有云舒瑶，云舒瑶是谁？大少爷，确实没有云舒瑶这个人，请问他是谁？现在需要开卡吗？原来我这个亲女儿回荣家这么多年，家族账户里都没有我的名字，荣家对我可真好。这亲生女儿连账户都不给开，这也太说不过去了。养女一个月都有100万，这亲生女儿连1块钱都没有，简直太偏心了。瑶瑶，对不起，都是妈妈疏忽了。妈妈明天就带你去银行开卡，给你卡里直接打10万块钱，你想买什么都可以，好不好？10万，10万块钱太多了。荣夫人，你还是留给荣宝珍吧。怎么跟妈妈说话的？瑶瑶，妈妈知道你受了委屈，但是宝珍她更可怜，她到现在还找不到自己的亲生母亲。你跟她不一样，你还有爸爸，还有妈妈去爱你。你能不能让着宝珍一点，好吗？我回荣家4年，忍饥挨饿，坐牢背锅。如果这是当亲女儿的好处的话，我宁愿不当。林雨，坐牢3年，我们都没嫌你给荣家丢脸，你却为了这点钱在这大呼小叫的，成何体统？你想要钱，你可以说呀，啊！你当时就说，现在就闹。三妹，哥现在就给你写支票，你别闹了。今天还有贵宾要来，你别让爸爸生气了。宝珍小姐到。三姐，你为什么要故意撞我呀？于树呀，你又欺负小妹！没事吧？珍珍，快让妈妈看看，你没摔着哪里呀？脚啊，脚怎么了？我看看。哎呦，都红了！云舒瑶，你明明知道今天是妹妹的大日子，你还故意推她，你怎么这么恶毒啊？丽女，道歉！道歉！道歉是吧？好。对不起，丽女，你看我怎么收拾你！舒瑶，妈知道你受了委屈，但是今天你确实太过分了，你赶紧给宝珍道歉。哎呀，妈，你就别护着她了。林舒瑶，你今天必须跪下来给珍珍道歉。生日宴马上就要开始了，再这么闹下去，一会儿云首富来了，还以为我们荣家不懂礼数呢。妈，我被打了没关系的，但是我的礼服脏了，这是为了接待云总专门准备的，被三姐弄脏了，这可怎么办呀？没事没事，妈妈马上让荣氏百货把最新的礼服马上给你送过来啊！小妹，咱别哭了啊，再哭待会儿眼睛都肿了，一会儿于总看到了会伤心的。荣宝珍，你是说金氏首富云家家主云承岳，他要来给你过生日，给你送礼，他会心疼你掉眼泪？瑶瑶还是没接电话。今天是他的生日，他是主角，肯定所有人都围着他转。哪有空接电话？咱们直接进去，给他个惊喜。行，快点吧，我都想死他了。三姐，你别再打我了，
云舒瑶，你说的没错，云家家主就是我们今天请的贵客。我劝你现在赶紧跪下给小妹道歉，了了这件事情，否则什么？否则要把我赶出人家。先生，就算你们不把我赶出人家，我也要和荣家断绝关系。断绝关系？狗东西，你居然敢跟老子提断绝关系！舒瑶，你非要这样闹着伤妈妈的心吗？断绝关系？你刚从监狱出来，离开了荣家，你能去哪里啊？去哪里？就不劳烦阿姨。舒瑶，云舒瑶，你说的是人话吗？你怎么跟妈说话呢？大哥，爸妈，三姐一定是因为我抢占了她荣家千金的位置，所以才闹脾气的，是我霸占了你们的宠爱。三姐，你别再闹了，该走的人是我。哎呀，小妹，你还相信他要断绝关系啊？他就是拿断绝关系在这恶心人的。三姐，你为什么要这样？逆女！云舒瑶，你要断绝关系是吗？行，那就把你身上所有属于荣家的东西都还回来。这些，还有这些都脱掉。脱呀？不敢脱了吗？你到底是不敢脱，还是舍不得荣家的荣华富贵呢？真是没有脑子的蠢货，只不过是闹脾气威胁人的把戏罢了。云舒瑶，如果你不想走的话，就赶紧跪下给小妹道歉。舒瑶，道歉吧，能保证以后出息。你是姐姐，以后还能养着你。孽障！住手！这个不要脸的狗东西！还真敢脱呀！看来还真想走。是这么偏心的家，不走是傻子。家门不幸，家门不幸呀！云舒瑶，既然你执意要断绝关系，那就要按照荣家族规家法处置，50棍刑。50棍以后，如果你能站着走出荣家大门，我就不拦着你。 50棍刑，那可不是开玩笑的。舒瑶，你听妈妈一劝，不要再闹了，你赶紧给妹妹道歉，反正也是你的错啊！三姐，我不要你道歉，你快别闹了，行不行？这荣家四小姐啊，可真善良。石棍啊，这三小姐敢答应吗？答应什么答应？我看她只是哗众取宠而已。 开始吧，今天我一定要离开荣家。瑶瑶，我要你快起来啊！请家法。 我认错，我认了。瑶瑶，你快认错呀！不要气死妈妈嘛！啊！走开！我让你回来！我让你回去！大哥还在等。 妈，都怪我，就让我替三姐受罚吧。傻孩子，你的好，你姐知道的。于书瑶，你赶紧认错！你现在说留下，我们农家还能接受你。别打了，
云舒瑶，快认错呀！爸，三姐不认错就算了，反正我也都习惯了，你别打她了，我求你了。瑶瑶，索妈求你了，你就认错吧！啊，苏瑶，怎么这么犟呢？你这个错会死吗？不要头打！认没认错？认没认错？让你得意，让你得意，让你得意。47、48，惊世荣家刀！哥哥，爸爸，妈妈。惊世荣家为荣家千金送上22岁的生日贺礼，限量级跑车1辆，惊世王粉丝合约1套，惊世龙王1栋，稀有北洋之星项链1条，超稀有玉种玉镯1对，荣家黑卡主卡1张。这云家可真是大手笔啊！云家黑金卡历来只有云家人才能拥有，这还是第一次送给外姓人，看来云家对荣思小姐真的很看重。荣总、荣夫人真是生了个好女儿啊！云家竟如此重视我。来人，把这个孽障给我抬下去！等我完事了，再来收拾云舒瑶，你看见了吗？惊世首富云家如此的喜欢我，就算你是荣家真千金又怎么样？还不是被我整得像不见老鼠一样。把他带走。感谢云总能在百忙之中参加小女的生日宴，你们能来呀，那是我们荣家3生有幸。总客气了，荣家培养出这么优秀的女儿，是荣家之幸，更是我云家之幸啊！是啊，是啊。我想要给我听听。哎，云家少爷云丽珍也来了，难道是云家看中了荣家4小姐，想要联姻？小云总今年也26岁了吧？与荣4小姐年龄相仿，我看啊，确实是好事要紧。哎，怎么没看见今天的小寿星啊？在这儿呢。云夫人，非常感谢你这4年来每年为我精心挑选的生日礼物，每一年的生日礼物我都非常喜欢。我这4年没有给你准备礼物啊，你是不是搞错了？你是哥哥救我！哥，你好，云哥哥，我是荣宝珍，你可以叫我珍珍。荣小姐，自重。珍珍。好，瑶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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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怎么了？这是？谁把你弄成这样的？云总见谅，三妹顽劣不服管教，惊扰了您和您的家人，还请多多包涵。这个荣家想干什么呀？一个刚从监狱里出来的劳改犯，不会是想使什么坏吧？荣总，还不快把这疯女人关起来，别冲撞了云总！还敢动他？瑶瑶，你怎么弄成这样？还有，他们说的监狱是怎么回事？瑶瑶，快告诉爸爸，是不是荣家的人欺负了你？谁敢欺负我云竹月的女儿，我定让他们付出惨痛的代价！爸爸，不要！我回荣家4年，他们的圣恩我已经还清了。从此之后，我只想好好做云家的女儿。妈，我想回家，我们回家好不好？好。现在瑶瑶一定很难受，咱们还是先带她回家吧。这笔账以后再算。这三妹怎么看起来跟云家人这么熟悉呢？这云舒瑶也姓云，莫非她是云家的亲戚？
可能。云舒瑶她就是个乡下来的土包子，她连进士都没去过，怎么可能认识云家呢？你们荣家到底了不了解自己的亲女儿、亲妹妹？瑶瑶可是京大的特招生，享受国家1等奖学金的。三妹学习成绩居然这么好，可是三姐因为杀过人坐过牢。我们走。好，咱们走。没想到这4年，所有的生日礼物都是送给瑶瑶的。有些事情可能弄错了，但是以后绝不会再弄错。让开！哎，云总，你听我说，云总，让云总，哎，云总慢走啊！没想到因为云舒瑶，云家才不远千里送来礼物的。荣家这次可算是押错宝了，把云家直接给得罪了。我们快点走吧，省得牵连了咱们。荣总，我们先走了。那咱们先走吧。走。没想到三妹居然这么厉害，这奖学金的等级都比小妹的高一些。哎，如果三妹没有坐过牢的话，那说不定现在跟小妹不相上下呢。哎，爸，要不咱们现在去云家把三妹接回来吧？接什么接？云舒瑶先是坐牢给荣家丢了脸，今天出狱第1天又让我们得罪了云家，我早就应该把他赶出去。可是云家对三妹……大哥，云总虽然爱财，但你没听到刚刚我提到云舒瑶坐过牢，他脸色都变了。对呀，云家肯定介意呀，谁不介意杀人犯呢？我看也就是刚才人太多，他不好发作。你们就看着吧，这云舒瑶过2天肯定得哭着喊着求我们回来收留他呢，到时候我们就给他点颜色去。珍珍，幸亏你提醒了云总。舒瑶虽然也是我的女儿，但是我希望她行得端，坐得正，靠坑蒙拐骗获取的成就不长久。希望她再次回来的时候能够明白这个道理。妈，姐姐一定会明白你的良苦用心的啊！云舒瑶，你居然敢破坏我的生日宴！骗我没有？瑶瑶，你醒了，慢点儿。瑶瑶，妈妈才知道，这4年里你受了不少的苦，还被那该死的荣家害得坐了牢。你为什么就不跟妈妈说呀？妈，你怎么都不问我，就知道我是被害的。傻丫头，你是妈妈的女儿，妈妈当然最了解你了。妈妈相信你，我的宝贝女儿是不会做害人的事儿。对，我和爸也都相信你。果安，爸，哥，谢谢你们能相信。瑶瑶，你准备怎么报复荣家哥的帮我？哥，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了。现在我和荣家恩怨两清，反而一身轻松。不愧是我云中月的女儿，拿得起放得下。宝贝，你好好休息。这4年我们可做了不少好事，等你好起来，咱们就朝前看。你们做什么了？爸爸给你准备了一些股票、基金什么的，每天流水几个亿，给你当零花钱。几个亿？给我当零花钱？哥给你开几家公司，有一间娱乐公司。你是喜欢小奶狗还是小狼狗？可以自己去公司挑。哎哥，哎呦，你慢点儿。哥，你说什么了？我才22岁。你呀，一边去，别带坏了你妹妹。不过22岁啊，也不小了。这4年里呀，妈妈给你物色了很多男朋友，其中霍家呀……都打住！都打住！我知道你们为我做了很多，但
我还想回金大看看。你还惦记那个智脑实验室啊？我觉得人工智能很有前景，我想在这一行深入了解下去。好，智脑实验室是我们云家投资的，你回去我也放心。那明天我去面试。面什么试啊？哥给你打个电话。哥，我想靠自己的实力。好，那就听我宝贝妹妹的。走，好好休息啊。等会儿，虽然瑶瑶不想计较，但是当年的真相还是要调查清楚。我云重月的女儿绝不背黑锅。啊，你放心，我一定查个水落石出。你们俩说巧不巧？我给瑶瑶物色的那几个男朋友里呀，我最看好姓霍那小子，他正是智脑实验室的负责人。我这就给他打电话去。瑶瑶，原来顶级豪车坐起来是这种感觉。小妹真是拯救了全人类，才有你这么牛的闺蜜。不是因为车才牛？当然不是。我们瑶瑶那可是 ACM 国际大学生，年度特级大赛第一，世界大学生，超级计算机第一，国际金融工学，机器大赛第一，还有我们大侠脑中数都数不过来喽。哎呀，行了行了，别夸了，再夸我可能飘了。等等，你没事吧？没事没事。我要看看是哪个不长眼的，敢撞我姚姐的豪车。云舒瑶，你还真是阴魂不散啊！知道我今天参加实验室的面试，就故意出来捣乱是吧？我说你谁呀？我姚姐闲得慌。哎，没事吧？云舒瑶，别以为云家资助了你，你就能一步登天。只要我今天面试成功，我就能傍上实验室负责人霍廷宇，还是会压你。霍廷宇是福布斯排行榜第一 AHND 帅哥那个霍廷宇。废话，舒瑶，他谁呀？还认识霍廷宇？荣宝珍，你是去参加智脑实验室呢，还是智障实验室？你贱人！小妹，大哥，我不过就是多说了三姐几句，让他别惹爸爸妈妈生气了，赶紧回家。他伸手就要打我。玉舒瑶，你又欺负小妹！我看你眼眶里两个珠子是喘气儿用的，看不到是这个小贱人故意找茬儿。他追尾我们，全责。大哥，原来是三姐缺钱了。缺钱？玉舒瑶，云家人不是刚把你从生日宴上接走吗？啊，你还没有抱上他们大腿啊？舒瑶需要抱云家的大腿，你有病吧？我抱没抱上云家的大腿，不需要你关心。荣宝珍，你撞了我的车，你就得赔钱。我这辆车值1000万，维修费少100万，拿钱。100万？就你这破车也值1000万？依我看呀，你就是不知道从哪儿租了一辆车来碰瓷了吧？大哥，都怪我，要不是我从小就被抱错了，让三姐一直记恨我，今天也就不会有这种事儿了。哎呀，真真，这怎么能怪你呢？啊，秦舒瑶，我告诉你，你今天休想从我这儿拿走1分钱，我荣家可不会惯你这种敲诈勒索的毛病。行。怎么，云舒瑶，听到大哥说要告你敲诈勒索，你害怕了？云舒瑶，你要干什么？这辆宝马的车玻璃值1万，还欠99。
还欠我50万。我的车！你这辆破宝马，我就算砸7、8烂，也不够我的车维修费的。你说怎么办？云舒，你闹够了没有？闹！你们不赔钱，我只能从别的地方找补回来。这叫闹！瑶瑶，别跟他们废话。你看他鼻子，一眼就是整容的，估计花了不少钱呢。鼻子才整的。不过这鼻子看起来也不值50万，不过收点利息也好。大哥，你帮帮我！云舒瑶，你还想坐牢是不是？放了小麦，快点！放给我！哎呀，赔还不行吗？放了小麦。云舒瑶，我是真没想到你变成这个样子，你真的让我很失望。珍珍，珍珍怎么了？宁女，站住！宁女，站住！爸叫你的听不见吗？云舒瑶，你们荣家人是耳朵有问题，还是脑子有问题？我早就跟你们说过，和荣家断绝关系，不记得了？你这个畜生！行了行了，真真的面试时间马上到了，真真的面试重要。对，妈说的对，真正的面试比较重要。小贱人，完了我再来收拾你！哎，珍珍，这个面试啊，你不用紧张，你二姐啊就在智脑实验室工作，她一定会帮你顺利通过。珍珍，等进了实验室，你一定要好好的表现，早点拿下霍廷宇。等荣霍两家联姻，咱们荣家把生日宴上的面子就能找回来了。哎，何止是找回面子呀，珍珍，只要你能和霍家联姻，那以后云重月见了我，也得对我毕恭毕敬的。哈哈。爸妈，大哥，我知道了。云舒瑶，等我嫁给霍廷宇，你给我提鞋都不配。我听说今天面试最后只录取1个人，咱们可是从10万个报名者里选出来的，这放在哪里也都是佼佼者啊！这智脑实验室只要1个人，这也太残酷了。没办法，谁让智脑实验室是全球 AI 领域最顶尖的研发团队，要求自然更高喽。哎，我听说今天还有个大佬要来，不仅背景很硬，专业能力啊更是一流，咱们啊估计是陪跑的喽。她是这届清大毕业成绩第1名的荣宝珍，我在学校的表彰典礼上见过她。哇，这气质，他肯定就是大佬。大佬，你这么厉害，还用得着面试吗？如果大佬是今天的唯一，那我也输得心服口服了。谢谢大家，大家也很优秀。云舒瑶，你来干什么？你来干什么，我就来干什么。你来面试？荣小姐，你认识他？他是谁啊 N'est qu'une pitoyable comédienne. On dirait une perdante. Pas une seule marque sur elle. Elle s'habille plus pauvrement que mon chien. 你面试的岗位也是项目经理，刚刚这个岗位荣小姐填报过了。所以呢？荣小姐笔试成绩可是99分，离满分就差1分。你笔试多少分
就敢跟荣小姐报一个岗位。100，满分，你也太厉害了！太牛了，怪不得我感觉你身上有种大神的气质。满分，你是怎么考的？大佬求教。云舒瑶，你该不会是说你的笔试满分是在监狱里考？监狱？怎么回事啊？监狱啊！呀，三姐，你难道没有跟工作人员如实报告你坐过牢啊？坐过牢还来面试啊？怎么回事？对，他说的没错，我坐过牢。请问你们的表上需要我告知这一项吗？请问监狱里考的分数不作数？那再请问，你们面试会因为面试者是否坐过牢而进行减分？所以你还想问什么？趁工作人员还在，赶紧问完。你笔试的考核这么难，我们这么多精英都没有人得满分，你一个劳改犯怎么可能得满分？Ce n'est qu'une question de chance et de moyens, peut-être. Qu'elle a aussi triché en prison. Vrai. Je vois dans ton regard que tu as un mauvais cœur. Tu as certainement triché un. 你们笔试全程开了云端监控，并且全程录像，你看到我作弊了吗？你居然听得懂法语 Mathématiques. La chance n'existe pas. Idiot. 他一个坐过牢的人，怎么会法语？难道监狱里还学法语？怎么了？你在这干什么呢？小妹，你来啦？怎么样，准备好了吗？二姐，你来了。荣小姐，你二姐竟然是实验室的管理人员。我二姐很优秀，从小就一直是我的榜样。姐姐，你在这上班一定见过霍总吧？他是不是比传说中还要帅啊？霍总啊，他平时很忙的，虽然我在这里上班，也不经常见到他。啊，不过呀，我小妹这次应聘的岗位是非常核心的岗位，以后会有很多机会见到霍总的啊，加油！不愧是荣小姐，好羡慕啊！荣小姐可是天之娇女，羡慕不来的。哦，二姐，三姐也来参加面试了，还对我冷嘲热讽的，我怕她不会那么轻易让我通过面试的。云舒瑶也来了，她想干什么啊？妈，我这面试还没开始呢。瑶瑶，一会儿面试开始啊，妈妈给你个惊喜。什么惊喜啊？就是霍家的。好啊，你云舒瑶，你真狠毒啊！好啊，你云舒瑶，你真狠毒啊！就因为爸把你赶出荣家，你就要贼心不死毁了真正的面试吗？蓉儿小姐，云舒瑶好像是通过官方的考核考进来的。不可能，他一个劳改犯，怎么可能通过考核？我不信！这个是我。云舒瑶，你少拿这些伪资料来糊弄我们！三姐，我知道你因为被报错就一直痛恨我，但你不能因为痛恨我就来坑害智脑实验室啊！没错，实验室现在正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让了一个劳改犯进重面，这要是传出去了，实验室还有什么公信力存在？云舒瑶，我们实验室不需要一个劳改犯进来，赶紧滚！滚啊！滚出去！滚呐！滚出去！根据监狱法第38条，刑满释放人员依法享有与其他公民平等的权利。你们实验室要违法公民权吗？云舒瑶，我以前怎么没发现这么伶牙俐齿？那我问问你们，你们愿不愿意跟一个刚放出来的杀人犯当同事？杀人犯，我不要跟他一起工作。对，我要求取消云舒瑶的面试资格，还我们一个公平公正的面试环境。云舒瑶，滚呐！谁要是觉得不公平，现在就可以离开。滚呐！
霍总，他就是霍廷宇，真的好帅啊！霍总，您来的可真及时，我好怕大家排挤三姐。没事吧？是你？贱人，又坏我好事。霍总，你来了正好，请把云舒瑶赶出去。我们不接受和一个杀人犯一起共事。对呀，杀人犯是一辈子的污点，智脑实验室怎么能让这种人参加面试呢？你们哪来的自信通过面试，还想跟他一起共事？你们配吗？霍总，这个云舒瑶她不仅开车撞死过人，还毫无悔改之心，她还在笔试中作弊呢，而且她还欺负我们同来面试的同事们，所以我们都这么排斥她。二姐，你别这样说三姐，她也不是有意的。小妹，你怎么总是这么善良呢？啊，霍总，这是我小妹，她是海城第一名媛，也是金大第一才女，而且她在这次笔试中考了99分呢。荣小姐真是有才又有颜，跟霍总简直是金童玉女，天生一对啊！霍总，我只是想为国内的科技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没有一个男人能拒绝一个工科性感女士。霍廷宇，你也是男人，我就不信你。你们两个是姐妹啊，对，霍总，我们可是亲姐妹呢，她是我亲小妹呢。云舒瑶，跟荣家断绝关系，你就后悔去吧。哼，二姐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姐姐。实验室红线之一，禁止任何人裙带关系。荣宝柱，你身为管理知法犯，立刻开除。霍总，我小妹她不是靠裙带关系进来的，她是靠自己的实力拿到面试资格的。是啊，霍总，您误会我了。误会？荣组长，面试是你的工作，工作期间你出现在这里是在干什么？霍总，要说裙带关系，云舒瑶也是荣家人。抱歉，我已经不是荣家人。二位狗急跳墙，别拉上我。还愣着干什么？还不把这两个人给我赶出去！是霍总。你不能这样，我可是现任的金牌组长。霍总，我不是放过我。还有人要跟他们一起吗？霍总，你干什么呀？你放开我！放开？那可不行，你还没签收呢。签收什么？签收舒阿姨给你准备的惊喜。妈，我这面试还没开始呢。一会儿面试开始啊，妈妈给你个惊喜。原来妈妈说给我准备的惊喜就是霍廷宇。霍总，我妈她就喜欢搞这些，也不和我商量。抱歉，我刚从监狱出来，没有结婚的打算。这3年，舒阿姨给你准备了3次相亲大会，总共有9位绝佳的未婚夫候选人，而我就是其中一个，也是舒阿姨最满意的未来女婿。我等了你3年，但是你现在却告诉我你不打算结婚了。什么？9位未婚夫？没错，9位未婚夫。不过我有信心成为你的唯一。霍总，你别逗了，我妈她上了年纪，她就喜欢搞这些有的没的，你千万别当真。舒瑶，我没有逗你。从你10年前救过我那一次开始，我就一直对你念念不忘的。要死了！霍廷宇这种优质八总是怎么被我妈忽悠傻的？霍总，说真的，我要去面试了。还面什么试？这个智脑实验室都是我专门为你搭建的。霍总，我云舒瑶的字典里没有走后门这个词。对不起，舒瑶，是我唐突了。姐，让我们一起进去面试吧。
小妹，面试这么快结束了，你真的是太棒了！珍珍，妈给你订了金海大酒楼的晚宴，庆祝你面试成功。珍珍，回去啊，把你的好朋友们、好同学们全都邀请过来，我们一起给你热闹热闹。妈，大哥，林舒瑶那个贱人，不仅毁了珍珍的面试，害得我连工作都没了。或是现在把我们永远拉入黑名单了，我再也找不到工作了。什么？怎么会这样？哎呀，得罪了霍廷宇，别说是你们了，就连荣氏恐怕以后都要被商界排挤了。怎么会这样啊？于书瑶这个逆女，她到底做了什么？他自己非要勾引霍总，还污蔑我搞裙带关系给珍珍走后门，还联合其他面试者一起欺负珍珍。爸妈，对不起，都怪我。要不是小的时候我就跟三姐报错了，她也不会对荣家有这么大的怨气。哎呀，我的乖女儿，这怎么能怪你呢？好你个云舒瑶，我荣家给了你生命，你非但不感恩，还对荣家赶尽杀绝，简直是太过分了！干什么你们？你想干什么？造反啊！大哥，没用的，你贱丫头在监狱人不知道学了多少不入流的手段，把那个霍总明着污名算到的。妈，三姐想要针对我也就算了，她还要想害二姐，她们两个可是血浓于水的亲姐妹啊！荣家这是造的什么孽呀？生出这么个孽障！舒瑶这次真的是太过分了。爸妈，小妹，你们放心，我一定会让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付出应有的代价。以上就是我的回答。说的太好了，这专业能力简直能把我碾成渣渣。这么优秀的人怎么会坐牢呢？万物皆有裂痕，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有些事是上天对我的考验。说的太好了，你是太牛了。霍总，大家都对你坐牢的事情心存疑虑，需要我帮你调查吗？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我先往前看。霍总，你先忙吧，再见。我送你。霍总，您的国际电话。你们想干什么？你还好意思问我们想干什么？你把小妹跟宝柱害惨了，你知不知道？我害他们？我知道你对我们荣家、对我们家有怨，但是你姐姐跟妹妹没有对不起你呀，你为什么要这么恨她，这么陷害她呢？你恨我，觉得我没有尽到一个做姐姐的义务，我都认了。但是小妹哪里对不起你了？你要抢她的霍总啊！霍廷宇什么时候成他的了？三姐，你明明知道我喜欢霍总，霍总也欣赏我。霍廷宇欣赏你，瞎吗？于书瑶，你逆女，作恶多端、忘恩负义、不知悔改，你把荣家的脸都丢尽了。要是所有人都知道你是个私德如此败坏的人，我想霍家也不敢雇佣你吧。
你威胁我？你是我女儿，我真的不想为难你当着所有记者的面跪下，向霍总洗清宝珠和宝珍的冤屈。只要霍总原谅了他们，荣家就原谅你。如果是霍廷宇不原谅他，那你就跪到死。舒瑶，霍总同情达理，只要你跪下说清楚，是你诬陷了宝珠跟珍珍，他肯定会原谅宝珠跟珍珍的。岳舒瑶，妈都为你操碎了心了，你犟什么呢？操碎了心，你们荣家人还真喜欢给自己加戏。云小姐这话说的，好像对荣家人意见很大呢。恐怕就是这么大的意见，才恩将仇报，污蔑荣家2小姐跟4小姐吧。果然是牢里出来的，那眼神吓死人了。岳舒瑶，你一个劳改犯，如果以后还想好好生活的话，肯定还是要靠我们荣家的。爸让你澄清道歉呀，是给了你一次重新回到我们荣家的机会，你可别不识好歹。对，确实是个机会。荣家毁了我的前半生还不够，居然还想要我身败名裂，毁了我的后半生。既如此，我不必再为这不存在的血脉亲情流于地狱。知道是个机会，你就赶紧照做呀！跪下开始吧，我可没时间跟你在这耗呢。你们要问什么就问吧，我必定知无不答。只要你荣家受不住。谁让你站着说话的？跪下！我让你跪下！哎，爸，还是让他站着说话吧啊！只要他离不开咱们荣家，以后才能多好拿捏。云舒瑶，你居然还想回荣家，那我就让你尝尝地狱的滋味。云小姐，请问您4年前回到荣家后，就一直记恨荣宝珍小姐，是吗？是。你终于说实话了，是吗？三姐，你为什么要一直记恨我呀？我是无辜的呀。舒瑶，妈知道你受了委屈，但是你为什么要记恨你妹妹呢？她有哪一点对不起你呢？云舒瑶，你就是一个忘恩负义。我忘恩负义？什么恩？你们明晃晃的偏心他荣宝珍，不是我打压我，践踏我的恩吗？这个好，还有这个，拿着。妈，你对我可真好，我要什么你都买给我。当然了，因为你是妈妈的宝贝女儿呀。妈，我也想要一双。知道了，珍珍换下来的旧的，你拿着啊。妈，我们去看看那边。珍珍，妈妈给你做了你最爱喝的3杯汤，一大早就做好了，就等着你回来呢，好不好喝？姐姐，辣椒给你切了西瓜，吃这个煎煎，这天最甜了啊！甜不甜？慢点喝。就因为他从小在你们身边长大，你们就无条件的偏爱他，而我这个亲生女儿只能为他背锅，穿他不要的衣服，吃他不爱吃的食物。这么说，是挺过分的，是个人都会心生嫉恨的吧？这荣家怎么回事啊？让咱们来是为了澄清啊，还是为了揭短啊？逆女，都开始胡说八道了是吧？我打死你！我。你想干什么？霍总，你怎么能打我爸呢？霍总，您来的正好。云舒瑶她品德败坏，你可千万不能相信她说的话。我不相信他说的话，难道要相信你说的吗？你是谁？霍总，您真的是冤枉我跟二姐了。
林舒瑶刚刚自己都承认了，他是嫉妒我，所以故意陷害我，大家都听到了。黄总，我这个三女儿我最了解，说谎成性，还坐过牢，她真的不适合在进入这个。你一口一个三女，那真的是你的亲？我没有这样的父亲。也是，哪有父亲会这样诋毁自己的亲生女儿？黄总，你怎么？你还想教我做事？配吗？他不配，我配吗？霍家家主居然来了！听说霍家规矩森严，尤其是对霍总霍廷宇要求十分严格。霍家9代单传，所有希望都寄托于霍总身上。尤其是他的婚事，听说全京市的所有名门贵秀都没有令霍家满意。想不到在外面威风凛凛的霍廷宇，见到父母居然这么小心翼翼。我们再不来，你要把这个劳改犯娶回家了。廷宇，我们霍家现在已清白传家，是绝对不会允许一个劳改犯进门的。妈，看来这老太婆很讨厌云舒瑶。霍阿姨，您别这样说我三姐，我三姐可有魅力了，她才刚跟霍总见过就抱上。小妹，你也太单纯了，你哪叫有魅力呀？这不要脸！舒瑶，你怎么能这样不知廉耻？一个劳改犯居然敢勾引我儿子！我今天把话放这儿，就算是死，我也绝对不会允许你进霍家大门的。你这样说，舒瑶救过我的命。霍家门槛这么高，看不进也罢。霍家门槛这么高，看不进也罢。霍廷宇，你就是这么纵容他们欺负我的宝贝女儿吗？宝贝，爸爸妈妈。云总，请问您和云小姐是什么关系？云夫人，您不是只有云丽珍一个独子吗？怎么会喊云舒瑶女儿？瑶瑶是我的养女，更是我们云家的心肝宝贝小公主。天哪，这可是个爆炸性新闻！当初被荣家扫地出门的云舒瑶，竟是大夏国首富云家的千金大小姐。那我们岂不是得罪了人家？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她一个乡下来的野丫头，连京市都没有去过，怎么可能会是云家的千金？这张夫人可错了吧？云伯母，你应该不知道吧？云舒瑶她是杀人犯，还坐过牢呢。是呀，云夫人，这云舒瑶3年前撞死过人，还坐过牢。你是不是也被骗了呀？云夫人，虽然我是舒瑶的亲生母亲，但是为了防止她一错再错，我跟你说清楚，舒瑶她真的有问题。对，云夫人，您不能为了这样一个劳改犯而毁了云家100年的声誉啊！你们都给我闭嘴！舒瑶是个好女孩，她曾经救过我的命。该闭嘴的是你，这哪有你说话的份儿？她一个劳改犯能是什么好人？爸，这一张张可恶的嘴里，你怎么能这样不知廉耻？就是我想要报答的生命。云舒瑶她是杀人犯，还坐过牢呢。您不能为了这样一个劳改犯而毁了云家100年的声誉。云舒瑶，那些委屈冤枉，你没必要再受。他不是。瑶瑶，哥哥一直在调查当年的事儿，我相信是有真相。当年这场车祸的卷宗就在这儿，我妹妹不是凶手，而且我可以肯定，凶手就在现场。不是小云总，你这话什么意思呀？当年车里面只有云舒瑶跟珍珍，那不是她的话，难不成是珍珍呢？小云总，请问您是查到什么证据了吗？我还在查。原来是说大话放空炮。大哥，当年三姐就是这样，红口白牙的想嫁祸给我。我看云家该不会是不想承认自己培养出来一个杀人犯，在这里颠倒黑白的。当年的案子已经落锤定音，云家为杀人犯洗白，罔顾国家法理，
难道有钱人就可以为所欲为吗？请问云总，您对小云总的做法怎么看？您是会规劝还是会纵容？云夫人，请问您是否担心亲生儿子也会做违法的事呢？我女儿不是凶手，我相信我儿子也不会做任何违法的事。对，我们都相信瑶瑶。这件事情已经闹大了，就算为了爸爸妈妈、大哥，我也不能再隐瞒了。我不是凶手，我有证据。三姐，你有你不是杀人犯的证据，那为什么3年前不拿出来？现在拿出来，大家谁敢信啊？没错，要是早有证据，3年前拿出来，你就不用坐牢了。3年前，我被荣家冤枉，万念俱灰。本来想着用这3年牢狱来还清他们生我的恩情，可我没想到，他们利用这件事情来针对云家。接下来的所有，我只想说，都是他们咎由自取。我有证据，能证明当年造成车祸的人不是我，而是我还以为是什么东西呢，原来就是个破手机呀！难不成你这手机里面有什么录音能证明你的清白吗？三姐，你就这么记恨我吗？3年了，你还想这样污蔑我？且不说这违法获取的录音不能当做法庭证据，于书瑶，你伪造证据污蔑他人，这也是犯法的。难不成你还想去坐牢啊？来，滚开！谁和你说我的证据是录音？不是录音，看他信誓旦旦的样子，难道真有什么不得了的证据？云家家大势大，要想查出点证据，也不是什么难事儿吧？老婆，莫非舒瑶真的有证据？这怎么可能啊？如果他不是凶手，大哥，二姐，你们不会信了三姐说的话了吧？我知道，当年三姐的事儿确实是受了委屈，干脆我也去坐3年牢，让她出了这口气。小妹，你胡说什么呢？我们怎么可能会相信这个说谎精呢？于书瑶，你非得让我再把你送进去坐牢，你才满意是吧？你非得让我再把你送进去坐牢，你才满意是吧？你给我闭嘴！放心，这辈子我都忘不了，是你亲手把我送进监狱的。你自己做错了事情，我不过就是大义灭亲。义女，只要我在，你就休想陷害真真。3年前我们能把你送进监狱，现在一样行。你们荣家一个个真的是眼下心盲，你们一定会后悔的。看荣家这个态度，是不相信云书瑶说的话了。连亲生家人都不信他，我看云书瑶八成是在撒谎。云家一时倒霉，被一个劳改犯耍得团团转。没准云家也是帮凶，参与了伪造证据。你们什么都没搞清楚就已经给云家定罪了，谁给你们的权？瑶瑶，他们这么坏，这些年你受了多少吗？妈妈想想都心疼。妈，都过去了，现在有你、爸爸、哥哥，我很开心，很幸福。你们废什么话？立正，把他们嘴给我封上。袁总，您这是要动粗吗？伪造证据还有理了是吧？是不是伪造证据？看，于书瑶，你不要一错再错了。我们真真是不会骗人的，我不管这手机上有什么，肯定都是你伪造的。三姐，爸爸生气了，你快别闹了。云书瑶，今天现场这么多记者都在，连霍总一家也在。你要是再掰扯你坐牢的事情，连累的都是云家。是啊，我们今天来是因为云书瑶陷害荣家姐妹的事。这云书瑶是想以坐牢的事让我们转移话题呢。他一个劳改犯能通过智脑实验室的面试，是不是云家给走后门了？原来豪门子女都是个中龙凤，都是靠走后门的。首富云家真实嘴脸啊，真是可恶！你干什么？我爸妈没有给我走后门，滚！给我滚开！云书瑶，你
真是个灾星！你当初在我们荣家的时候，把我们荣家搞得鸡犬不宁，现在云家好不容易收留你，你又害了云家啊！三姐，你还是跟云家断绝关系吧，别再害云家了，他们都是好人。于总，你能收养云舒瑶，证明你是一个好人。我作为他的生父，我很感谢你。只可惜啊，这个逆女品性恶劣，我绝不能让她害了。你想说什么，云兄？这个逆女完全不顾家族的利益和脸面，毁了荣家在先，骗了你们在后，死大逆不道。我希望你今天可以当着所有记者的面，跟她断绝关系。只要你们断绝了关系，这个逆女再如何为非作歹，我相信都不会影响到你们云家。霍总，你说我说的对吗？对呀，云总，这臭丫头呢，诡计多端，绝非纯良。我劝你还是听话吧。各位记者朋友们啊，今天这件事啊，云家也是受害者，他们也被骗了。我希望各位高抬贵手啊，千万不要拖云家下水，否则呀，我这于心难安呀。荣家大义，不会因为云舒瑶是亲生女儿就袒护。只要云家跟云舒瑶断绝关系，咱们就看在荣家的面子上，删掉关于云家的东西。需要你荣家那点虚伪的面子？云总，我这可都是为了你好呀。大可不必，我只相信我的女儿善良孝顺，而且能力超群。荣向东，这么好的女儿，你不知道好好珍惜。我不知道你是眼睛有问题，还是你们荣家的风水有问题。盐碱地种不出好庄稼，我看瑶瑶当时就不该回荣家报什么狗屁生物。你们，妈、爸、哥哥，谢谢你们可以这么信任我。傻丫头，都是一家人，说什么谢谢？一流的豪门是不允许子孙出现任何污点的。你们为了这个养女自绝后路，那你们云家的首富位置估计也就够保了。不会的，舒瑶的。闭嘴！以后你不应该提他。云家犯蠢对我们霍家是有利的。根据霍云两家的协议，从今往后，智脑实验室的所有成果都只能由霍家独享。我说霍家怎么来这么快，还一直和荣家统一战线，原来是无利不起早啊！爸，只要我还在智脑实验室一天，就不可能发生霍家独占成果的事儿。丁宇，你是个好孩子，阿姨没有看错你。你要独占智脑实验室？我爸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这个意思。商人独立，这怪不得我，要怪只能怪人家养出你这样的女儿。哼，劳改犯了，我看以后谁还敢跟云家合作？不要听他胡说，云家不在乎这些。爸，你不在乎，我在乎。我不会再纵容这些人肆无忌惮地对我泼脏水，并且之前泼的脏水，我要一点一点泼回去。泼回去？怎么泼？你的证据已经被销毁掉了。云舒瑶，看什么呢？看来我的证据碎得很彻底。知道碎得很彻底，你就给我老实点。我是不会允许你再污蔑小妹。三姐，你该不会有备份的证据吧？对，在你的手机。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什么时候动过我的手机？也在你的手机。还在。瑶瑶，这怎么回事？也在你的手机。什么证据？我怎么可能有？我都不认识你。你把手机拿出来，我帮你找。瑶瑶这是什么意思？证据怎么会在记者的手机上？一看那个人就是荣家安排。瑶瑶有她自己的安排，咱们相信女儿就好。你要你耍我！我手机里面什么都没有。三姐，你该不会在戏耍大家吧？你知不知道，我们大家的时间都是很宝贵的。小梁小陈，想装疯卖傻拖延时间啊，手段卑劣。云
家怎么教养出这种女儿？云舒瑶，你现在就是带着整个云家在这儿丢人现眼。难道云舒瑶的证据就是一串手机号？在给谁打电话？你在给谁打电话？追踪手机定位，立刻来见我。你谁啊？你跟云舒瑶什么关系？你为什么要放着云舒瑶陷害我？谁？大哥，他挂了。云舒瑶，你搞什么鬼呢？你跟他到底是什么关系啊？谁让你碰我妹妹？滚！宝君，没事吧？啊，宝君，来，我看看。没事吧？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查看后台。云舒瑶，为什么我拨过去是空号？刚才到底在给谁打电话？他到底是谁？荣宝珍，别慌了。我没有，伪造证据不说，现在还雇人来陷害我，非要毁掉我的人生才可以吗？毁了你的人生，被报错的人是我，坐牢的人是我，到底是谁毁了谁的人生？坐牢是你咎由自取，真真比你强1000倍、10000倍。你说你不能大度一点吗？我的大度，你们再也不配。三姐，你别这样，我可以跟你道歉，我只求你别再这样闹下去。事情闹大了，受伤害的只有荣家和云家。还是荣小姐善良识大体，这才是名门闺秀的典范。云家捡到云舒瑶也是倒了8辈子霉，他们捡的要是荣四小姐，肯定比现在幸福。三姐，爸爸妈妈还是很爱你的，你回荣家吧。到时候我也可以和你一起照顾云总和云总夫人，一起孝顺。荣宝珍，你抢了我亲生父母，还想抢我的养父母？这一巴掌打你不要脸！云舒瑶，你疯了吗你？小妹只是好心想帮你尽孝，你凭什么打她？大哥，你别怪三姐，这云舒瑶真是太跋扈了，怎么能随手打人啊？怪不得她会坐牢，简直坏到骨子里。这样的女儿，谁要谁倒霉。给我闭嘴！云小姐，云总和云夫人好心收养你，你也不能借着云家的事就为非作歹呀。都是真真，我一看就喜欢。我妹妹有女儿，荣夫人，如果你跟荣总不反对的话，不如我生个干女儿。妈，你在干什么？闭嘴！云家这一次必定因为这个养女而变得声名狼藉，而某霍家收了真真这个干女儿，跟她形成鲜明的对比，是一个明智之举。看来霍廷宇并不喜欢真真。既然如此，不如跟霍家结个干亲。我们当然是没问题了，这是真真的福气呀！啊！真真，快叫干妈！干妈，哎，干爸。哥，霍家认了荣四小姐为干女儿，以后霍荣两家联手，肯定要超过云家了。这些年啊，霍家和云家明里暗里的争斗，每一次都是云家压霍家一头。看来以后呀，霍家要翻身了。云总，你的养女是声名狼藉的劳改犯，而我的干女儿才是数1数2的名媛贵族。这一次，我霍家略胜一筹啊！有云舒瑶这个劳改犯拖后腿，恐怕霍家超过云家成为大夏首富也是指日可待。云舒瑶，你听到了吗？以后我才是大夏首富的女儿。只要真真争气，这大夏首富早晚也会轮到荣家。云总，不好了，网上新闻说霍荣两家要围剿云家，公司的股价开始下跌了。妈，爸，哥哥，对不起。瑶瑶，不用道歉，错的是这些联合起来欺负你的坏人，不是你。对，瑶瑶，你不用担心那么多事儿，公司有你爸和你哥呢，就算我们俩拼了老命，也不会让你受一丁点的委屈。瑶瑶，大哥有的是力气和手段，这点小事不成。别放心，我会一直支持你。平宇，你给我滚回来！哥，你不能在这个时候反悔。谁是你哥？好兄弟，
讲义气，义气又不能当钱花。希望你们云家破产的时候，你还能这么开心。等等，有人来了。来了，你就是电话里那个人吧？你小妹，怎么了？怎么是你啊？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瑶瑶，他是谁啊？他是我一个老熟人。他就是3年前车祸里的那个死者，他跟被撞死的那个人长得一模一样。哇，这是怎么回事？难不成死人活了？难道当初的车祸，云舒瑶没撞死人？这不可能！大哥当时也在现场，也见过死者的呀。是啊，死者名叫萧大山，我当时亲眼所见法医给他做的尸检。珍珍，你怎么了？身体不舒服吗？妈，珍珍肯定是被当年的车祸的恐怖场面吓到了。不是云舒瑶，你找来一个当年车祸死者一模一样的人来吓唬我们，你到底想干嘛？你们总在问我想干什么。4年前，我回到荣家想报生恩；3年前，我替荣宝珍坐牢，想要恩怨两清。现在，我只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喂，执法队吗？我要报案，这里有杀人犯。于舒瑶，明明你就是那个杀人犯，还在这贼喊捉贼。小妹，哥哥现在有地方。等等，哎，你们总说我妹妹的证据是伪造的，等执法队来了，你们不就能知道我妹妹的证据到底是不是伪造的？被害人死而复生，凶手另有其人。听这个新闻标题就够劲了。也不一定吧，没准儿又是云舒瑶在作妖。等执法队的来了，就知道谁在作妖了。我们呐，就安心等着吃大瓜吧。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云舒瑶言之凿凿，你女儿不会真的有问题吧？我们霍家的养女可不能是杀人凶手。霍总，真真绝对不可能是杀人凶手。云舒瑶，你这个逆女，死到临头了还胡说八道陷害你妹妹，我打死你！干什么？荣宝珍，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只要你说出当年的真相。别过来！别过来！徐老人怎么怕成这样？难道云舒瑶说的是真的？当年我明明已经把那个人撞死了，云舒瑶一定是在诈我。三姐，你明明知道我胆小，当年车祸的事儿给我造成了很严重的心理阴影，你现在又要找个人来吓我，你到底想干嘛？了解，他不承认。那你就别怪我们心狠。你们要干什么？是谁报的警？我报了警，他是杀人凶手。是我！3年前开车撞死是我双胞胎哥哥。当时我趴在灌木丛中，看着你把我的哥哥撞飞，流了好多血。是云姐姐率先下车，给我哥哥按住伤口，而你
居然从驾驶室偷溜下来，跑进了副驾驶。你杀死了我的哥哥，还嫁祸给云姐姐。我赶去现场的时候，明明是他在外面，真真在副驾驶啊！你没听到小田刚才说吗？是荣宝珍偷偷溜进副驾驶。怎么会这样？这就是真相。荣宝珍撞死人，还想嫁祸给云舒瑶。他本就霸占了云舒瑶的人生，还害得他坐牢。云舒瑶碰到他，真是倒了8辈子霉。瑶瑶，你真的是受了太多的苦了。瑶瑶，你放心，这一切我们都会替你讨回来的。不是我，人不是我撞死的。云舒瑶，如果你说的是真的，你为什么不在3年前说出来，偏要在今天说出来？没错，3年前不说，现在说，这也太蹊跷了。没错，如果你说的是真的，为什么3年前你不在法庭上告诉大家真相呢？那这就要问问我一脉相承的亲生父母，还有亲哥哥姐姐，你们都对我做了什么？我们？别怕，想说什么说什么，只要是真相，我与云家会替你撑腰到底。我哥哥出事后，我被路人发现送进了医院，后面才知道被判刑的居然是云姐姐。我立刻找到荣家，想告诉他们真相。令我没想到的是，身为云姐姐的亲人，居然不断阻拦我，甚至污蔑我是精神病，直接把我关进精神病院。那年我才15岁。精神病？小妹，你不是跟我说你的学弟一直骚扰你，所以你让我找人去解决？不是，为什么关进精神病院的是他呢？我想起来了，这4年来，瑶瑶唯一一次用邮件联系我们，就是让我们去精神病院帮忙接一个人出来。那个人是你？是我。那次云姐姐说时机不够，让我等她。这一等，我足足等了3年。都是我的错，当年我要是能多问几句，瑶瑶也许就不会坐了3年的牢了。妈，都怪我，是我太粗心了，都没有深入去调查原因。我们没有保护好瑶瑶。宝驹，你告诉妈妈，到底是怎么回事？云舒瑶，你知道真相，你为什么不说呢？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如果你早点告诉我的话，我就不会去做这么愚蠢的事情，我更不会亲手把你送进监狱里。当年我说了，你会真的相信我？当年之所以不说，是因为你们只相信他荣宝珍，不会相信我。若不是你们荣家一直对我咄咄相逼，若不是你们利用我来对付我的养父母，这一切我不会说，甚至会替你们荣家，替他荣宝珍加倍补偿小田。我说过，这一切都是你们咎由自取。我说过，这一切都是你们咎由自取。三姐，对不起，我知道错了，我求你别再追究了，我以后不会再对付云家，求你原谅我吧。晚了，就算瑶瑶不想追究，我也绝对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污蔑我女儿的人。这些年，荣宝珍为了颠倒黑白，在背后做尽了丧尽天良的事，如今证据确凿，现在你们可以抓人了。大哥，救我！放开我！大哥，瑶瑶，妈知道，都是宝珍的错，是我们没有查清真相，让你受了委屈。但是，能不能看在我们是一家人的份上，原谅宝珍一次，好不好？孙阿姨，我早就不是你们的家人。不是一家人了。云舒瑶，你良心被狗吃了吗？你给我松手！你是在监狱里面坐了3年的冤狱，可能又怎么样啊？啊，这3年我荣家可没少花钱打点吧？你不过就是少了一点自由而已。可你在监狱里面照样过着大小姐一样的生活，
可是真真呢？啊，真真这3年在外面，不仅要帮你照顾父母，还要为了我们荣家的荣誉，不断的努力上进。你为什么就不能有一点感恩之心呢？你笑什么？难道我说错了吗？我让你给我松手！在监狱里当大小姐，你是觉得我在监狱里衣食无忧，天天被人伺候着吃好穿好，十指不沾阳春水？难道我说错了吗？我荣家在海城，好歹也是首富，怎么可能让你在里面受委屈呢？好一个吃饱穿暖，好一个十指不沾阳春水。这就是荣家说的，不会让我在里面受委屈。这个是我在监狱的第1年，3天没吃东西，我就跟他们抢了半个馒头，他们就拿筷子刺穿我的大腿。我在床上躺了1个月。这个是我入狱的第2年，我被他们围殴的时候就反击了几下，他们就拿碎瓷片一寸的割开了我的皮肉。医生说再深2毫米，我的手筋就断了。是我入狱的第3年，我立功减刑，马上就要出狱了。他们用藏好的铁钉扎穿了我的腰，肾脏破裂，差点死在里面。你还想听吗？我这2件衣服下面有更精彩、更血腥的。杀了你！呀，我的宝贝女儿！马上去查，把那些监狱里欺负我女儿的王八蛋都给我抓过来！荣向东，她可是我从小养大的宝贝女儿，烧的时候手指都被树叶划破了1个小口子，我都得心疼半天。你们就这么对她吗？我要让你们破产！我们真的不知道啊！瑶瑶，别碰我女儿！月秀，我们当时真的有打你，可是监狱我们也控制不了呀。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们也不想啊。舒瑶也是我的亲生肉啊！信个屁！是不是荣家想看到的我不知道，但确实是他荣宝珠所期待。带我走，快带我离开这里！等等！哎，等我！瑶瑶，你相信哥哥，肯定不是真真做的。瑶瑶，你在监狱里面这么几年，真真去看了你好几次，你都忘了吗？他是去看望我，
还是去验收他花钱的成果的。三姐，我怎么会找人故意伤害你呢？我知道你恨我，但是当年的事儿也是为了不让爸爸妈妈伤心，所以才让你替我顶罪的。这么多年，我照顾爸爸妈妈，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我都替你尽孝行了，你为什么还要这样污蔑我？林总，监狱里欺负大小姐的人在。瑶瑶别怕，妈妈在。是不是污蔑？问问他们就清楚了。就是你们在监狱里欺负我妹妹。瑶瑶，你相信哥哥，肯定不是真真指使他们去做的。这监狱里面规矩本来就多，是不是你坏了他们的规矩，招惹上他们了？陆小姐，求求你救救我们，我们当初也是听你的话行事的。你少在这胡说八道，根本就不认识你。明明就是你花钱让我们在监狱里收拾云舒瑶的，你还借着探监的名义，你来检查他的伤口，他要是伤得轻了，伤口少了，你还骂我们。你不是说他是没人疼没人爱的野种吗？现在怎么这样了？你少在这污蔑我！可是我们云家千金大小姐，什么时候变成没人疼没人要的野孩子了？守护云家，我们惹了不该惹的人，完了，这次死定了。对不起，我们知道错了，您大人大量，饶了我们吧。都是荣小姐指使的，我们如果不答应，她就要找人收拾我们呀，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呀。都是荣小姐，荣小姐，你救救我们！没想到荣宝珍竟然是这样的人，太没有人性了。就这种人还敢自称名门贵女，我呸！荣家好吃好喝的养她长大，她却想弄死人家个亲女儿，这种人连畜生都不如。荣宝珍，妈，我就只是不想失去你们，就因为你害怕，就这么心狠手辣吗？大哥，你说过我是你最爱的妹妹，对不对？你会相信我的，对不对？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忘了，瑶瑶才是跟我有血缘关系的亲妹妹。爸，我求求你，你救救我！这逆女是瞎了眼了，相信你的鬼话。荣宝珍，你这次真的是大错特错！你伤害了瑶瑶，你要毫无底线的继续伤害她，你怎么可以这样？我错了，我错哪儿了？你是他云舒瑶的出现，破坏了我荣家大小姐的生活，变成了一个没人疼没人爱的野孩子。妈，我唯一的愿望就是能够留在荣家。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呢？我为什么不能说出这样的话？错的是你们，你们把我们两个放错了，你们就该补偿我。真是个白眼狼啊！啊！我从小视你如亲生，我对你比对我亲儿子还亲，你还不知足？对我好，我不过就是你荣向东炫耀的工具罢了。谁能让荣家的门楣，你就宠谁，从头到尾都是一个木偶，一台棋子。我打死你！我。你是我们精心养大的女儿啊！你怎么能做出这么多坏事？瑶瑶才是我们的亲生女儿。干爸，你们救救我！我不是你们的干女儿吗？我不是你们的干女儿吗？妈，你又想干什么？想做霍家的干女儿，你也配？
洋洋，洋洋，你这次真的受委屈了，这伯母听着都心疼。要不，你赶紧跟婷雨订婚，让她以后好好补偿你啊。鼠药，刚刚我爸妈也是被荣家欺骗了，希望你能原谅他们。抱歉的话我听到了，但是我不会说没关系。至于订婚的事情，我不会考虑。工作的事情，你总不会拒绝。霍廷宇，我会用3个月的时间建立一个跟智脑实验室比肩全新的智能科技公司，到时候小心我抢你的生意。我也是看在咱们是大学同学的份上，才让我妈跟你说的机会结晶。不过，我是不会放弃的。云夫人，我们也是受这个荣家的挑拨，所以才一时的糊涂啊。你看，你也喜欢我们家婷雨，要不我们2家联姻？我给瑶瑶已经选了9个未来夫婿候选人，没有你们霍家还有8个。我们云家的女儿不止。霍老弟，短时间内首富，哼，当不上。瑶瑶，你就放心吧，何况啊，后面还有8个等着你呢。啊？什么？8个？妈，不用了。走吧。妈，你应该在医院多待几天，养好了再回来的。是啊，妈，这家里也没什么大事儿，你回来这么早干什么呀？你妹妹都被咱们弄丢了，还不算大事儿。带我去看看瑶瑶的房间。怪不得瑶瑶会离开，家里居然没有一个人知道瑶瑶的房间在哪儿。我去找。喂，妈，喂，这是真正的房间。这是真正的衣帽间。是真正养的小狗狗的房间，可我就找不到瑶瑶的房间在哪里。雨薇，咱别乱找了啊！吴妈，老岳夫人，你们在找什么？我来找吧。吴妈，我们在找瑶瑶的房间。3小姐的房间？对呀，你快带我们去呀！吴妈，你搞错了吧？房间里面连张床都没有。你都被狗咬烂了！啊，狗窝吧？怎么会是3妹的房间呢？2小姐，我没有搞错，3小姐自回来之后就一直住在这里。家里明明有那么多房间，为什么偏偏让3妹住在这里？你们就真的是3妹的吗？大少爷，4小姐当时说家里面没有空余的客房了，让3小姐先住楼下，你们都是同意了的。我的房间在哪？妈，咱们家楼上住满了，让她住楼下。行，听真真的。听真真的。我打了1个月的工，终于给2姐定制了一串大师手工打造的珍珠手链。我以为2姐会喜欢，可惜2姐好像更喜欢4妹送的手链。2姐，这是我专门为你定制的生日礼物，希望你能喜欢。2姐，生日快乐！谢谢小妹。
可是那条手链其实是四妹的一个追求者在京大的校门口商店买来送给四妹的，四妹她不想要，才送给二姐。我觉得那条手链根本配不上二姐的气质，可二姐却很喜欢，还回馈了四妹一个品牌包包。哇，这是我最喜欢那个牌子的包包，哎，谢谢二姐。啊，这个给你。这还是二姐第一次送的礼物，我很喜欢。大哥快过生日了，他最近身体总是不舒服，于是我一路跪拜到山上，给大哥求了一个平安符。可是大哥最近总是早出晚归的，我根本都遇不到他，就只能拜托给四妹了。等大哥来接四妹出去玩的时候，让四妹帮我给大哥。唉，其实我也好希望大哥能带我去游乐场。大哥，你快看，这是我特意上山为你求的平安符，你看对你多好。不用拉的。这平安符是小妹4年前上山给我求来的，她既懂事又贴心。原来那个平安符是三妹上山求来，可小妹却说是她自己送给我的。怪不得瑶瑶那么恨我们，是我们疏忽了她，我们对不起她呀。真的是我们亲手把瑶瑶推给了云姐。妈，爸，你们别难过了。瑶瑶毕竟是我们荣家的亲生血脉，只要我们好好的去给她道个歉，她一定会原谅我们的。真的？当然了，咱们荣家跟云氏有长期的合作关系。等我下次去云氏续签合同的时候，我好好哄哄瑶瑶，让她回来陪您和爸吃个饭，咱们以后就能重新开始。您好，我是荣宝俊，今天来找你们小云总续签合同。荣总您好，小云总在开会，请您稍等片刻。哎，你们小云总什么意思呢？啊，耍我呢？当初是他亲口承认说不会毁约的，现在什么意思呀？啊，想食言是吧？我叫他亲自去看看他到底在不在。荣大少爷真的是。云总好。在我们云氏，也敢这么嚣张？三妹，现在云氏是你在负责？荣大少爷来找我哥哥，他出国了，我爸陪我妈去旅游，公司暂时由我来负责，续约的事情和我负责。三妹，我知道你以前受了很多委屈，但爸妈现在都已经认识到错误了，以后他们也会加倍补偿你的。哦，当然，我也要跟你道个歉，以前我因为工作太忙，忽略了你的存在，对不起啊。哦，我知道那个平安符是你上山给我求来的，以后我会一直挂在身上，不辜负你对我的心意。你就原谅大哥这一次，好不好？啊，这个平安符是我亲自上山给你求来的，希望你以后能顺顺利利的。
这平安符是我一步一步上山给你求来的。那又怎样？迟来的深情比草贱。荣总应该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吧？我们云氏不会和荣氏再续约，也不会再继续合作。荣总还是多多考虑一下怎么拯救荣氏，不要再来骚扰。我们最好此生不复相见。云舒瑶，你真是豪横的心。喂，妈。宝娟，接到瑶瑶了吗？我给她做了她最爱吃的面。妈，算了吧，她不会原谅我。她想吃的时候，我没有给她做。现在她不需要的，我再做也都没有什么意义。那个人怎么那么像真真呢？不过应该不可能啊，爸已经把他保释出来送到乡下了。求瑶瑶，你马上把他捧走了。啊！云大哥，瑶瑶她被绑架了。云舒瑶，你之前不是怎么现在不说话了？荣宝珍，保释期间伤人，量刑会从重处理。云舒瑶，你傻了吧？我今天既然敢绑你，你觉得我会怕吗？等我今天解决了你，我马上就会坐船离开你。你毁了我那完美的人生，我就是会死在这儿。瑶瑶，你没事吧？荣宝君，你之前不是最讨厌云舒瑶了吗？怎么，现在看见她又得势了，你又想重新巴结她了？真真，头发跑不掉的，你不要一错再错了。哥哥给你请最好的律师，让你少坐几年牢。之前是你亲手把云舒瑶送进监狱里，现在要把我也亲手送进去。你可真是一个好哥哥！我最讨厌别人骗我。您说过，我才是你最爱的妹妹，我就不允许你保护她。瑶瑶是我的亲生妹妹，我保护她天经地义。你居然说要保护这个贱人！好啊，既然如此，那就一起去死吧！荣宝君，最后给你一次机会，是你拿着你所有的钱，我一起去国外生活，还是跟他死在这儿？真真，只要你放了瑶瑶，你想要什么我都答应你。什么都答应你，你对他可真宠。那如果我要的是荣家的，大哥，我再最后问你一次，如果让你在事业和云舒瑶中间，一定要做一个选择，你选谁？只要你放了瑶瑶，
咱们一切都好商量的。说什么是爱我一个妹妹，都是骗我的。好，既然如此，千万别后悔。那你们两个收拾收拾。不要！不要！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我打不开。没用的，已经提前安排人，所有出口都封上了。你就要为此，那就一起同归于尽吧。我拉你上来！窗户太小了，我出不去的，你快走！不要走！袁书瑶，为了我的人生，一起下地狱吧！原谅我，请原谅哥哥。呀，原谅我，原谅我。儿子，你应该听医生的，多在医院疗养一段时间呢。已经麻烦云家人很久了，咱们还是先回去吧。可是家里的房子都被没收了，挤在小出租屋里，给你换药也不方便呐。妈，对不起，是我连累了你跟宝珠。傻孩子，我们都是一家人，说什么胡话，哪有什么连累的？插播一条新闻：原荣氏集团荣向东及其养女荣宝珍因涉嫌多起违法案件被判终身监禁，没收荣家全部财产。既然要出院了，就不要听这些不开心的事儿。妈，再让我看一眼。本台最新消息：云氏养女云书瑶创办的点轩智能科技集团于今日在辽大下口夺得了国际智能大赛冠军，成为了国际第一的科技公司，实至名归。这些荣耀本该属于我们荣家。她是云书瑶，这些荣誉只属于她跟云家。瑶瑶，荣宝君出院了，他说谢谢云家的照顾，后会无期。这个平安符是前面4年丈夫是我亲自上山给你求来的，希望以后可以。我们最好此生不负三是我的亲生妹妹，我保护她天经地义。其实我也好希望大哥能带我去游乐场。